大家好，我是啾啾，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1+1，还有当然是啾啾新频道啾啾健康咖的双频道同步直播。那希望今天呢，如果还没有订阅啾啾健康咖新频道的朋友们，赶快帮我们按手，动动手指，帮我们订阅一下，开启小铃铛。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问题，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没有那种痛到连穿鞋子都不敢，走一步都像踩在钉子上的这种经验吗？其实这种从脚趾窜上脑门的痛，很多人说，这个比牙痛还可怕。那大家知道吗？它就叫甲沟炎，那俗称也叫冻甲。其实有很多观众留言告诉我说，我们只是剪个指甲而已，怎么就变成这样？或者是说，我雨天穿完球鞋之后呢，脚趾就变得又痛又肿的。其实说真的，我个人其实也有这种惨痛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京燕皮肤科诊所院长蔡一山医师，要来教大家冻甲还有甲沟炎为什么会这么痛，我们应该怎么样治疗，还有怎么样防止它又再度的复发。欢迎蔡医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一山医师。对，欢迎蔡医师哦，今天真的要麻烦您来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甲沟炎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看起来其实小小的，可是真的很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等一下慢慢来细聊。其实甲沟炎又叫做冻甲，然后很多人说它发作的时候很像满清10大酷级等级的这种痛，所以我们怎么让这个甲沟炎不再复发就很重要。那在此之前，我可以先请蔡医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甲沟炎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会反复发作？而且为什么发作起来这么痛呢？其实，在我们门诊还蛮常看到甲沟炎的。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名称就知道，就是指甲的沟沟旁边它发炎了，所以不是只有手哦，脚也蛮常甲沟炎的。那它们长相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先看手的这一张，你可以看到它又红又肿，旁边还有一包白色的脓。这个真的连呼吸都会痛啊！这是手的甲沟炎。那旁边那个呢是脚的甲沟炎。那很多人也有这个经验，穿鞋子没办法穿啊，因为每走一步就会很痛，脚趾头肿起来，甚至1.5倍那么肿。好，指甲的旁边呢又红又肿，那甚至有时候呢还有一大坨肉长在那个旁边，肉芽组织，这个都是细菌感染的一个结果。这个就是甲沟炎，也就是俗称我们说冻甲的一个状态。其实蔡医生你说到这个脚指甲，我个人就有这种经验，然后后来就穿鞋啊，然后就是很不舒服，后来我就直接去医院请那个医生直接帮我们处理，就是他要把那个指甲等等的剪掉。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请教您，就是到底这个要怎么处理？那一般来讲，为什么甲沟炎这么痛？它是因为说这个冻甲它插进去我们的皮肤里面，然后它造成一些肿痛吗？是这个原因吗？对，因为它基本上呢，当我们的指甲跟肉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炎的时候肉肿起来，肿得越大的时候，指甲又更卡进去，所以变一个恶性循环。当它卡进去，肉又更肿，那个指甲又更深进去，所以感觉上好像有一个什么硬硬的东西插在你的肉里面，那当然是非常非常的疼痛。好，那另外呢，有一些脓包，像我们看到这个手指头，它有一些黄黄的脓，这个脓想要出来，但出不来，所以它就会非常非常的紧。那这样子快要爆开的一个状态呢，可能就会让它觉得很不舒服。那在脚趾头，当然我们穿鞋的时候，可能连走路啊，这些都会寸步难行。所以其实我们说得过甲沟炎的人都知道那个很痛，因为连我本人医生本人自己也曾经发生过甲沟炎，然后我的家人也是，以前我姐姐小时候呢，就是在国高中的时候也很常甲沟炎，然后以前的医疗比较不发达，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处理，然后每次的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去看医生的时候，就是都会尖叫声啊，非常哭喊啊，因为真的很痛这样子。其实蔡医生你说到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啊，不就是指甲长长一点，然后刺到肉里面有那么痛吗？真的是那么痛。所以我可以请教您当时得到甲沟炎的时候是怎么样发生的？它是为什么会变成甲沟炎这样子的问题？好，我自己呢，当初也蛮有趣的我们常常每天在看甲沟炎的病人，就会跟他说，这个剪指甲要小心。那殊不知有一天呢，我自己在剪我的指甲的时候，然后我就剪，很认真的剪嘛，然后剪，有时候不小心那个一个下去太多了，所以我那一天就是剪得太里面了。
他当下还好，可是隔天早上起床就发现说我的脚很痛，有一只脚趾头它有那种血流脉动的那种抽痛感。然后我想啊，完蛋了，应该是甲沟炎。一看果然甲沟炎，指甲大脚趾还蛮长甲沟炎，就是整个肿起来。好，然后旁边呢又红又肿，然后指甲卡在里面，就好像有人拿什么东西刺在你的肉里面，你不想把它拔出来，就那个东西卡在里面，非常的不舒服，这样子。我非常能够体会病人跟我说很痛的这个感觉。真的。那另外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就是指甲剪的位置不对，或者是可能剪得太短了，对不对？可能就会发生甲沟炎。还有具体哪些情况？比如说有些学生好像穿了雨鞋或穿了球鞋或怎么样，也容易形成甲沟炎，或者是说跟穿雨天啊、穿鞋子好像也都有关系。到底具体是为什么会发生呢？好，我们刚刚有讲说，其实它是一个细菌感染就会侵犯我们指甲旁边的这个肉的组织。那我们也临床上也常观察到，当有时候天气在变化，下雨天啊、梅雨季啊，或者是冬天啊等等，甲沟炎病人居然变多了就是这种潮湿，因为又湿又冷，细菌喜欢潮湿，所以当这种下雨天湿湿冷冷的，我们血液循环比较不好，细菌呢就活得很开心，所以就会在我们的指甲沟沟旁边特别容易产生这个甲沟炎。那第二个是说，我们也观察到什么人很容易甲沟炎？国高中生，尤其是男生，喜欢打篮球的，他可能从早上6点多就出门了，然后呢到学校一整天活动，又流汗然后这个脚的温度又很高，还打球，那晚上可能补习完才回家，已经9点10点了，所以那个袜子在他的脚上面已经超过12个小时。那其实里面呢又有汗水又有温度，哇，这个先不要讲很臭这件事情了，里面的细菌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们也常看到说，像这样子的族群，国高中生或是大学生，这种长期穿球鞋闷住的，也或者是说有的是上班族，早9晚5，可能早上很早就出门了，所以那个袜子跟鞋子接触皮肤的时间超过12个钟头的这种长时间穿着球鞋皮鞋的，也很容易会甲沟炎。那再来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长辈可能有糖尿病啊，或者是一些末梢血管有一些状况的，你在摸它，像我们女生有时候摸手脚冰冷，这种末梢循环比较这个不好的，其实我们的血液啊里面有很多的我们的陆海空三菌，那当你血液循环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白血球比较不容易送到周边，然后我们的这个血氧也供应比较不好，所以你的确是可以看到说有一些这种糖尿病啊、慢性病啊族群，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的这些，它很容易就是末梢它的保护不够，那就很容易会有甲沟炎这样子。是，刚才其实蔡医生你提到，就是有些就是穿球鞋啊，然后可能又湿又闷，然后就闷在脚里面，就可能形成我们的观众马上就说，对对对，我因为经常穿球鞋，然后打球就会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甲沟炎的形成，其实刚才提到各种原因，然后当然我觉得特别要注意，可能就是慢性疾病的朋友，有可能你稍不注意，你可能在剪指甲啊，或你的脚各方面因为你身体正在发炎中，所以更容易形成这个问题。但是最大宗的原因还是跟剪指甲的方式也有一点点的关系。其实说到这个剪指甲，很多人平常就喜欢拿指甲剪啊、修啊，然后非常认真啊，但是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这个甲沟炎的问题更严重。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蔡医生，平常您在门诊上面经常遇到一些甲沟炎的朋友，他们有哪些错误或者是比较不正确，然后或者比较夸张的剪错指甲的方法呢？我们的这个一种米养百样人我真的每天在看很多很特别的生活习惯。那过犹不及，其实太爱干净跟不爱干净我们都不行譬如说第一种就是真的他很爱干净，有一种人呢，他就是指甲剪拿起来了狂剪然后剪到很贴，他剪到我很特别我的病人我都会检查指甲，那我一看我就说你怎么指甲剪这么短短到说连这个白白的都没有，就是整个就是粉红色的肉了这种剪太里面的话也不行，因为其实呢我们这个还是要留一点点白白的，如果你剪得太贴，几乎是你的那个防水墙的那一个层啊，它会变成暴露出来，所以不能剪得太短
那当然不剪也不行啦，就是有些人指甲很长，可能容易抓伤啊，或者是说里面容易藏污纳垢，或者是像异位性皮肤炎那种，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抓伤了。那当它长的时候呢，很容易藏污纳垢，我们就发现说，有的病人他会就是拿一些东西，什么笔啦，或者是说有的会拿什么发夹，会去挖这个沟沟的地方。其实你越挖它越开，它越容易卡垢，所以也不建议大家拿东西去乱挖。然后在剪的时候呢，记得要留一点点白白的，那不要说整个全部白白的都剪掉，只留这个粉红色的地方，或甚至是这个沟槽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些透明小皮，然后这旁边呢是应该要紧密相连的。那我们就会观察到有些病人他会觉得说这个小皮不好看，或者是说这边有一些硬皮，他会拿剪刀乱挖。可是你知道吗？你剪的时候就等于破坏保护层。好，所以其实像这个边边啊，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过度的去修剪它，然后这个长度的部分呢，也是要留一点点白白的，然后剪比较平比较方，不要说把它剪得太里面这样子。哇，我刚才看到这个蔡医师拿这个脚趾甲，会觉得好可爱，不过真的很传神，因为很多人包括有时候我会觉得，哎呀，对对对，那个脚皮不好啊，或者是上面那一层赶快把它挖掉，尤其是女生爱漂亮，有时候去给人家修指甲，都会把那个皮挖掉。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好像也是要注意，好像也不太好，容易造成感染。那么，蔡医生，我可不可以请教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临床上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案例，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造成他的脚趾甲变成就是这个甲沟炎呢？有没有？好，我们这种案例非常多，我就先讲一个，我遇到一个国中男生然后他真的是每个月都来我们门诊报到。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就是喜欢这个自己很特别，我们常说有人会咬手指头，对不对？对，他会咬脚趾头，就是脚非常的软 Q，我们平常要把脚抬很高就很困难了，它可以很轻易的抬起来，所以呢，它是不是我们咬指甲大家都知道不好，因为口水很脏，而且会锯齿状啊，细菌很多，它连脚都会咬。所以当他咬脚趾甲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他蛮厉害，应该是有一点臭味，怎么可以咬得下去？所以这个口水啦，还有咬这个动作等等，都让他的脚很容易甲沟炎发作。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咬脚趾甲的这件事情绝对是不 OK 的。那还有一些那个就我们刚刚说打篮球的啊，也有那个篮球队就是学长跟学弟也会告诫，就是说，你们脚如果肿起来的时候，赶快就要去看医生，因为可能就是甲沟炎发作了。就是篮球队的这个，他们自己都知道说，很容易会有甲沟炎的这个情况，这样子。不过刚才蔡医生你讲的那个小男孩，然后咬脚趾甲真的很奇怪，因为平常我们知道很多人会咬手指甲嘛，这好像也是，那他手跟脚都会咬就对了。其实不会很意外，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手咬完了，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咬，就会想要咬脚趾甲。那通常长辈我们看到就是会制止嘛，一般人会制止。其实如果咬指甲这件事情啊，你越去禁止它其实越焦虑，它就是躲起来咬。所以我们一般就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譬如说替代鼓励，可能譬如说可以戴一些皮的手环啊，或者是现在也有一些所谓的防咬甲液，可以涂上去之后会很苦那他就不喜欢咬以后口感不好。对，所以就是要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对策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有在听直播的，今天看直播的朋友们，如果你家人真的有制止不了的这种咬手指甲，或者是包括脚趾甲，可以请教一下皮肤科医生，有没有哪一种是防止咬指甲的这种指甲液可以来涂一下，因为不然你真的是其实咬太久，确实对指甲也很伤害啊，就会伤害你的身体，我觉得还是不好。那么我可不可以进一步请教一下蔡医生，因为刚才讲了这么多不正确的剪指甲，那么正确剪指甲应该怎么做才可以避免甲沟炎？好，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些人真的我们有看到阿公阿嬷已经就是60-70岁了，但是还是错误的剪指甲。好，那大家都觉得说，剪指甲很简单啊，指甲剪拿起来啊，就咔嚓咔嚓咔嚓这样剪啊。可是事实上不要过度的剪太里面，剪得非常的圆形、圆弧状、贴肉，然后剪到边边的这个地方，这是错误的。那我们呢，医生喜欢哪一种比较不会甲沟炎？要小平头，要平的。
稍微有一点点我们说法式美甲这种感觉稍微剪平一点，旁边不要往肉的地方深入太多，所以记得下次指甲不要剪太圆弧状，应该是要剪有一点点方方的，这个才会避免我们的甲沟炎。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最主要就是要保留一点点的白边，然后要剪方形的法式指甲是对的。那如果平常我们在剪指甲，因为有这种各种不同的指甲剪啊，什么磨刀啊，然后这个圆的啊、尖的啊，然后又有什么刺刺的，蔡医生有什么建议？我们可以怎么样正确使用这些，或者是你比较建议用哪一些工具呢？好，第一个一定要在灯光明亮的地方剪指甲，因为真的，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糖尿病的患者啊，我们有遇过，因为长辈啊，或者是说我们晚辈比较孝顺的话，是可以帮长辈剪指甲的，因为他们其实有时候白内障还没有开刀啊，或者是说老花眼等等的，所以现在我们讲说，第一个灯光明亮非常重要。那以前有一个传闻说，晚上11点以后不要剪指甲，因为会看不到长辈的最后一面。那其实我们现在科学的解释是说，以前灯光比较不明亮，所以呢，怕大家剪指甲受伤，所以就是说11点以前再剪比较好，11点以后不要剪，或者是晚上不要剪。好，那我们选指甲剪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指甲甲面大小去选择。那现在很贴心，还有一种是有放大镜的，我觉得那个也还蛮适合。好，那我们刚刚有说，我们剪的时候呢，尽量就是说不用2刀就解决，你可以慢慢的修，然后呢不要太圆弧状，剪到太贴肉的话，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刚刚有说，可能你在剪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弧形的地方呢，稍微让它有一点方形的感觉，这个是会比较好的。然后指甲剪当然要卫生，所以不要跟别人共用啊。如果真的不得已要共用，可能酒精棉片要消毒一下，然后保持干净，这样子会比较好。我觉得这个虽然听起来蔡医生你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们平常就是每天就应该是说我们一段时间，我像一个星期我就要剪一次指甲，就是经常在做的事情。可是有人真的是从小到大都做错，比如说方形的啊，然后而且要磨一下这样才不会有一些问题。我想这些都是细微的事情，但是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不然就会造成疾病。我记得以前啊有一个流传说甲沟炎要拔掉指甲才可以治疗。这个听起来是有点可怕了，而且我还听说医生你的家人以前就有这样的案例，所以可不可以请蔡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血淋淋的案例是吗？我非常有印象，因为我小时候是住新竹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医疗不是那么的发达，那有一间这个算是一个地区型的一个小诊所呢，就是专门在处理冻甲这件事情。那它以前是一个外科的诊所，我姐姐呢，因为就是很会流脚汗，然后又穿着球鞋一整天，所以刚刚讲的所有的她都中了，然后就很容易甲沟炎，很痛啊，连呼吸都会痛。那以前的很简单嘛，你的肉卡进去，指甲被肉这样砍进去了，那我们就是把硬硬的指甲直接拔掉就好了。所以以前呢，我记得他每次甲沟炎的时候呢，他去那家诊所就会把他先打麻醉，然后把整个指甲整片指甲把它拔掉，哇，那个尖叫声、哭喊声，像2条街道之外都听得到哈。那现在我们就不这么做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病人进来还是会很害怕说，哎呀，听说要拔指甲，拔指甲的确是最快解除你疼痛的这件事情，但是拔这件事情真的也是蛮轻10大酷刑啊，是非常非常疼痛，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神经，所以现在发现说我们医疗已经很进步了。我们刚刚有说，其实甲沟炎就是细菌感染，所以我们把细菌这个不速之客赶走就好了，不用说把指甲整个都把自己的这个大楼全部都拆掉嘛，那再来他们也发现说，我把指甲拔掉之后，新长的指甲品质不好。新长指甲品质不好，所以后来就发现说，其实我们给他一些正规的药物，抗生素，不管吃的或擦的，再加上说可能请他暂时穿凉鞋或拖鞋，其实他就可以得到一个蛮好的效果。像我们很多病人，我自己刚刚有说我自己得到这个甲沟炎的那一次的经验，其实我认真的吃抗生素，我24小时大概就消肿了一半，那不用特别去把指甲整个都拔掉，还要等新的指甲再长出来，然后长出来还可能很丑的指甲这样子。
子。那说到这里，就是现在的医学其实包括在治疗甲沟炎上面也有新的一些进展，所以其实真的不用一定要拔脚趾甲。然后我想进一步请教一下，您刚才提到就是穿鞋，所以我们一般女生如果说穿高跟鞋这种，是不是也会比较造成甲沟炎呢？没有错，因为我们穿高跟鞋的时候会往前面去挤压，对，所以呢，它的重心重量啊，然后还有前面这个非常的挤，每一只脚趾头都不是在正确的位置，所以穿高跟鞋我也看过蛮多上班族很可怜女生，然后她就是挤压，然后甲沟炎，这个也是会有的。我觉得其实有人说，女生穿高跟鞋当然是很漂亮啊，就是比较优雅。但是其实高跟鞋，我觉得自己穿起来，我们自己是女性，穿起来真的是，我觉得很伤，很伤我们的脊椎啊，或者是腰背啊，然后脚当然是它就承受很大的压力。当然还有有一些，所以我想很多女性都会找一双真的是能够穿起来很舒适，然后又漂亮的鞋子。好，不过这个当然是题外话啦。我们再回到讲甲沟炎，您刚才提到说，甲沟炎其实像过去是拔指甲嘛，这个真的是很恐怖。那现在不需要再拔指甲，但是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下，还是会建议说有可能需要再拔指甲的呢？现在的确会比较不倾向要拔指甲，但我们知道说，少数如果说你真的吃药、擦药，然后甚至弄了垫片，有一些季节的治疗，它还是很肿痛的，那这种有可能就是需要暂时性把这个指甲甲片拔掉。但现在这个情况已经非常罕见了，因为我们刚好说，其实现在医疗很发达，所以我们有时候吃一下抗生素，再搭配擦药，或者是有一些硝酸饮等等的去做一些治疗，都可以得到蛮好的一个控制。其实刚才我想其实现在我想甲沟炎的治疗确实是跟过去有更多不同的方法嘛。那其实在说到甲沟炎比较严重的时候，我想脚趾头会肿到很像一只，然后但是变成两只，这么就是肿那么大。那现在医学的进步，现在具体治疗甲沟炎，通常来讲就是蔡医师，你有什么样一些治疗方法跟手段呢？好，我们其实门诊蛮常看到，就是要来求诊哈，就是说脚肿起来了哈。那当然，我们第一句会跟他说，不用拔指甲，先让他安心。好，因为真的大家非常害怕。那细菌的部分呢，我们当然就是要给予抗生素啊。那因为这种脚通常它其实已经非常末梢了，大家可以想说，我们的脚趾头离我们的这个头我们离我们的心脏这些都非常的远，所以势必呢用外擦的效果不会那么的好，所以通常要搭配要吃口服的抗生素。那用吃的其实效果就不错。那建议大家就是说，我们在吃抗生素一定要完成一整个疗程，不要说像有的病人很可爱，我们可能有一些抗生素可能一定要吃4次。好，那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奇怪，那治疗效果怎么没有很好？一问之下，他说：“医生，因为我一天只吃2餐，所以我的抗生素我只吃2餐这是错的因为我们抗生素它有它的设计，如果说他一天建议要吃到4次的话，不用那么纠结说一定要吃完你的早餐才能吃药，可能就是说这个时间到，譬如说我们以这个头孢子类的抗生素来讲，一天要吃4次，我就会建议9159 9点1点5点9点就是这个按照这个时间上，你醒着的时间把它分配一下，然后一定要照时间，按照医师建议的这个频率来去吃。那如果说有的抗生素一天要吃4次，你就自己把它调成只吃3次或2次，效果不是一半而已有时候效果就剩1/4。所以一定吃口服抗生素一定要依照医生建议的频率。然后呢，如果有时候譬如说像我有的病人很可爱，他说医生我下班都8点了，我晚餐9点才吃，那我晚餐那一包药怎么办？那我就会建议说，其实你5、6点你可以吃一片饼干，或者是吃一片苹果，你吃稍微垫个肚子，你就可以吃晚餐的那一个包抗生素。不用这么纠结，一定要整个便当晚餐都吃完才去吃你的抗生素，因为这个我们经常在看病人就是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好，那通常搭配吃药啦，还有外擦的，还有清洁，效果就大概8、9成的病人都可以控制的不错。那有时候呢，这个病人可能他局部的发炎肿胀实在太厉害了，我们就会帮他点一个东西叫硝酸银。硝酸银大家有些人有听过，在牙科、耳鼻喉科其实有时候也会用到，它真的是一个收敛杀菌的一个药剂。这个效果其实也不错，只是有时候涂完
脚趾头会有点黑黑的，看起来有时候会吓一跳，有点像墨汁这么黑啦。那另外也有一些这个垫片，还是小棉片啊，或者是一些隔开。我们刚刚有讲说，有时候我们甲沟炎这个皮肤肿起来了，指甲又卡在更里面，那越卡又越肿，所以呢很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指甲有些很硬，好像就像一把菜刀砍在你的皮肤里。那有人很聪明，就把这个棉片呢稍微折一下，稍微把它分开，好像给它多了一个我们垫在桌子底下的有一些保护垫的这个感觉。所以有时候会放一点垫片，但并不是每个病人都需要的。那依照这样子的治疗，其实呢很多病人就可以改善他的这个甲沟炎。那但是有些人真的是非常严重，我们就会用到进阶，包括说可能这个我们的指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大部分人的指甲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宽度哈。那如果说真的经常甲沟炎旁边这里会肿起来，我们就会做指甲的减肥手术啊，就是说我都开玩笑说让胖虎变成大雄，可能这么宽呢，我们利用一些雷射或者是手术的方式让它变得比较窄，而且是永久性的变窄。当它变窄，面积宽度只有原来的1/2的时候，它几乎就不太会甲沟炎了。那我也分享一个故事，我自己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一个60岁事业有成的一个男病人。那因为他要去美国长途旅行，可是他其实在之前在台湾可能每个月他就会甲沟炎会发作一次。那但可能他去要长途旅行要健行等等的，他很害怕说到时候如果在这个健行的时候在山上发作可能就很惨，所以他就会考虑进行这个我们所谓的雷射的指甲铅甲的指甲成型术，就会让指甲永远的变窄。那通常变窄了之后呢，真的就不太会甲沟炎了，因为它的指甲已经变得比较迷你版的所以如果是反复发作很严重的，然后真的是常常吃药吃得很烦的那可以考虑做一些雷射或是指甲的一个把它变窄的像这样子的一个手术那我们还有一种是有些人的指甲，我们一般在看指甲，大家的指甲都是平的，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指甲是卷起来的，而且真的很夸张的是，我们还有看过卷起来到末端已经有点像卷心酥那这种呢，它也很容易会有这个甲沟炎，因为它已经变形了。所以像这种已经卷起来的它不是一个平面的这种指甲的话，我们会去做一个这个指甲的手术，等于是把它的指甲再拉平回来。这个矫正的部分跟牙齿很像那我们叫指甲的这个矫正术。那指甲矫正术需要时间会比较久，有时候会长达1年之久这样子。哇，所以其实现在听起来，在治疗甲沟炎的方法上面，真的是有各种不同，还可以用手术、小手术或者是雷射，直接把指甲变小。我觉得真的是一劳永逸的方法。但是什么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样子的治疗方法，就是大概我们民众可以自己判断嘛，它到什么样的症状之下呢？原则上如果说只是偶尔发作，譬如说我1年就发作1次的甲沟炎，你并不需要去做这一些进阶的手术或者是雷射。但是呢，像我刚刚说，如果有的病人可能1月发作一次，2月又来看蔡医师，3月又发作一次，哇，反复发作4到5次，代表说他的指甲这个状况其实真的不是太好的话，那就会建议他这吃抗生素吃到很厌世了，那就会建议他做这个雷射的铅甲的矫正手术啦。这样听起来，蔡医生，如果说我们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真的是有甲沟炎的困扰的话，我会建议他们可以找自己的皮肤科医生来看看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这种像雷射或者这种微型手术，看看能不能让你的症状不要一直在反反复复的发作。对对对，我觉得都可以跟医生讨论，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状况差异非常大。那我常常在治疗的时候，我也都跟我的病人讲说，我们其实很多治疗都是找出猪队友，加入神队友。所以你的猪队友可能是你那双臭袜子，或者是你的臭鞋子，或者是你的生活习惯。那你的神队友其实真的还是有一些生活习惯，我们剪指甲的时候剪正确，这样子就可以比较长治久安。
对，其实真的是我们说治标治本，其实真正治本可能是说我们的个体，我们在使用，比如说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身体或我们的饮食啊，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太对的话，就对会这个身体会对人体造成一些伤害，就变得亚健康了。我想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节目一直不断的用各种不同的案例啊、疾病啊，或者包括养生的方法来告诉大家，你怎么样去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那我想也是所有朋友收看我们健康1+1的目的。好，那我们继续再请教一下蔡医师。我想如果有些情况，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您这个提供的这个图片有些甲沟炎已经化脓啦，然后长了一个很大的脓包，很多人都会想说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网络上的影片，就是哇挤一个什么青春痘挤一个脓，然后就是大家看了觉得自己好像觉得很疗愈，我不晓得可是看起来有点恐怖那如果说有这种甲沟炎，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算了，我把它吃一个洞，戳破一个洞，自己把它挤出来，可能就好了。建议这样做吗？通常就不成功变成人，然后就是因为自己在家，你不会有一些医疗的消毒的东西啊或器械，所以当我们像刚刚看到说手指头的那个会有一包脓的这个其实你要把它那个脓弄掉的话，还必须要先消毒，而且要快很准。就是如果你戳的洞不够深的话呢，就白痛了。这个我们比较不鼓励大家说自己在家用什么缝衣服的针、打火机消毒的，再去把它戳一戳，拿出那个脓挤出来。因为我门诊也遇过有人就是自己戳，然后下不了手，请家人帮他弄，然后呢，家人帮他弄又没有成功，很生气，就来门诊，我们1秒钟就解决了，那个脓就出来了。好，因为我们阅人无数，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可是他自己没有弄过，而且他的是缝衣服的针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说你有甲沟炎了，已经手上有一包脓了，还是找专业的皮肤科医师我们消毒过，快很准，帮你把脓挤出来。那再来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在挤脓的时候呢，如果你自己在家挤，常常是会怎样？不知道节制，就是已经没有脓了，你还在那边挤那可能就是挤过头，它就会手指头就会肿起来，反而是更扣分啦所以建议大家，其实我们在有类似的状况的话呢，不要做什么还比较重要，就是赶快来看医生，然后不要自己乱挤这样子。这个是很好的建议，就大家千万，因为我们过去都会觉得很简单把它刺破就挤出来就好了。可是其实就像刚才蔡医生说的，有时候你可能会挤不干净，或者是因为你的器具没有做消毒，反而进一步影响变成更严重的发炎，所以还是去给医生快很准，1秒钟就帮你处理好了。好，那有时候我们民众会发现自己可能是甲沟炎，或者是说我们的甲沟炎又复发了，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有没有一些事情我们在生活中的事情是建议就不要再做了，会让自己的甲沟炎更加严重呢？好，如果说你怀疑说自己曾经甲沟炎，然后这次脚怎么又隐隐作痛了赶快就是拖鞋或凉鞋拿出来穿然后呢又让它透气通风再来就是说赶快看医生，越早看越好。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说细菌感染，真的也有遇过那个甲沟炎非常严重的，真的像您刚刚说的一只脚趾头肿到变2个脚趾头那么大连鞋子都塞不进去所以如果再继续严重下去，蜂窝性组织炎败血症的案例也不是再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发现自己脚那个抽痛感很明显，或者手的抽痛感很明显，然后整个都已经红肿了，那就要赶快看医生。那来看医生记得要穿拖鞋啦，我们很多已经脚都肿到不行了，还塞在球鞋里面。那像我们看到这个影片里面呢，刚刚有看到那个布吸鞋、洞洞鞋，现在蛮多人会穿的。然后像我女儿也很喜欢，因为穿了以后她觉得很流行嘛可是其实对我们皮肤科医生来讲，洞洞鞋的洞是假的，就是说它其实没有那么透气，你还不如穿普通的拖鞋或凉鞋，它透气性会比较好。所以这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很多人说穿洞洞鞋，然后穿起来很舒服，然后洞又很大透气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直接的效果，还是建议直接穿凉鞋如果你有这个甲沟炎的情况。那有没有一些，我想其实在台湾，因为大家都会 hold 夹，就会到就是会跟左右邻居来分享然后就有没有一些会听过，就说好像他用了一些偏方，然后这个甲沟炎变得更加严重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偏方很多创意啊，就是可能就有人会用什么米酒消毒，因为他们觉得米酒有酒精。是，然后呢，草药的也是有，不过现在比较少一点，因为草药要拿到现在还反而比较困难。然后也有撒那个广东木药粉的，那可是当它甲沟炎太严重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个木药粉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有遇过蛮多奇葩的案例，那个通常就是没有成功了嘛，所以呢，这个最后还是要来看医生，因为当他如果说用这些东西，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说米酒啦，或者是一些家里看到一些药膏，如果没有用对，反而是猪队友，他可能是雪上加霜，会更严重。对，是。好，那像我们平常有一些刚才其实蔡医生有讲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生活上，比如说避免甲沟炎生成或者是再发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议，可不可以请蔡医生来帮我们做一下整理，就是哪些事情可能避免做，哪些事情你是可以做的？好，我们讲说甲沟炎最重要的就是你真的痛过一次，不想痛第二次哈。生活习惯一定要建立好哈。所以我们第一个重点是指甲不要剪太短，不要剪太里面，记得要剪方的。然后呢，第二是呢，你可以穿透气的鞋袜那个袜子也非常重要，不要那个省小钱，选那个最透气的，选那个有吸汗的那个品质非常好的这种就对了。那第三就是夏天我们尽量可以的话呢，拖鞋、凉鞋给它穿起来。那如果说像有的上班族下班可能你就赶快立即换成拖鞋，这个也是一个小妙招。不用执着说你一定要穿着你的皮鞋到家，然后你才换凉鞋。其实让它透气通风，然后好好的给它一个环境，相信这个细菌就没有办法在那边造成我们的这个在那边开 party 造成细菌性的这个甲沟炎。我想其实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就是尤其我觉得可能是保持你的脚部的干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的鞋袜也要保持干净，剪指甲的方法要对。当然，我觉得平常的保养很重要然后我想再加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有关于治疗甲沟炎的有一种叫 U 型的一个贴片，然后这个贴片好像可以贴在我们的指甲两侧，然后这样子呢，它有一点像把它隔开来，就会减少一些刺痛感。所以具体我想请教蔡医师，这个对甲沟炎的患者真的有帮助吗？应该这么说，因为其实甲沟炎的指甲跟肉之间的关系这是千变万化，所以对于比较简单型的，它的确是可以用这个贴片，有点像是我们肌肉贴扎布那个感觉，是可以稍微有一些改善的。但如果对于复杂型或是比较严重型的话，像这样子的贴布，我觉得可能效果是有限的。所以就说其实还是回到最原始的那句话，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脚趾甲已经开始在发脓或肿胀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记得还是去找专业的医生。我想专业医生会给你最好的建议，最快速而且最安全的处理方法。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蔡一山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精彩的解说，谢谢蔡医师，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好，其实我们今天讲甲沟炎，我想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甲沟炎就是小问题你可能就剪指甲，把它剪短一点就好了，忍一忍就没事。但是事实上，今天听下来不是这样子如果你一直拖着不管，可能也会影响你的走路，可能影响你的生活。而且剪指甲的方法还很重要，不是把它剪短就好了。所以刚才蔡医生也提醒大家，只要你正确的剪指甲，同时保持你的足部干爽，然后你穿的鞋子是正确的话，我想这几个原则，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远离甲沟炎的复发。如果提醒大家，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身边的朋友也被甲沟炎痛得臭彻难眠，不妨呢从今天开始重新检视一下我们的剪指甲习惯，鞋袜的选择调整一下。那在我的身边的小伙伴呢，他那天就告诉我说，哎呀，我真的成功的摆脱了我的甲沟炎，就是他把指甲剪成方形的，就法式指甲。他说真的是很有用，希望大家也可以试试看。你有甲沟炎的经验吗？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是怎么恢复的。别忘了在离线之前订阅健康1+1频道，同时还有别忘了99健康咖订阅一下。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啾啾，我们下期节目拜拜。